萧炎欲取幼生体陨落心炎，却意外唤醒了陨落于此的天火尊者。天火尊者的灵魂体即将消散，因与老师相似的境遇令萧炎心生同情，进而答应与之合作，为其重塑肉身。不过，按照约定，天火尊者要给萧炎当1年保镖。有了8星斗宗实力的天火尊者陪伴，萧炎即将开启的中州之行更有底气。萧炎借助幼生体陨落心炎，重新点燃了天坟炼气塔，却在这时得知，韩风为铲除迦南学院召集诸多强者，两方势力间的大战即将打响。莫宗主到，阴山老人到。哎，快看，是莫宗主吧？他旁边的什么事？连莫宗主和阴山老人都请来了。是啊，看来是有什么大事要发生了。此次将大家请来，若有怠慢之处，还望见谅。黑角域和迦南学院素来不和，每年被执法队击杀的黑角域兄弟可不在少数。近来就连魔岩谷的地魔前辈也惨遭迦南学院的毒手。地魔老鬼，那可是7星斗宗级别的强者呀，连他都在了。就是啊，没想到地魔老鬼真的死在了迦南学院。若不是被萧炎重创在先，以这地魔老鬼的实力，从千百二老手下逃命定然不成问题。那小子隐藏得很深呢。如今那个扩张极为厉害的萧门，其门主正是迦南学院之人。之前若不是魔岩谷挺身相阻，恐怕在座的各位都会有些麻烦。如今魔岩谷元气大伤，已无力钳制他们，日后首当其冲的受害者，恐怕就是在座的诸位了。嗨，区一个萧门还不足以。不能这么说，萧门背后可是迦南学院，不得不防啊。不知韩先生可有何应对之策？以迦南学院和萧门的实力，黑角域中难以有任何一方能够单独抗衡。为今之计，只有摒弃成见，形成同盟，才能共同抗敌。联盟之事，莫宗主与阴山老人皆是赞同。有莫宗主与阴山老人在，倒真是不用惧怕迦南学院和萧门了。是啊。这话虽如此，可大家谁也不服谁。这样形成的联盟，叫内斗联盟，还是叫自相残杀盟啊？既然是联盟，那么必然会有个盟主。这个统帅之位，谁做？就是，韩风这家伙，唱戏还真不容易。联盟只是在下的一个提议而已，成不成也得看大家。不过，若是日后迦南学院和萧门真找上门来，若是不想死的话，大家就早点投降归顺罢了。怎可如此啊！我们可不能失了骨气啊！这么明显的激将法都看不出来吗？猪脑子！但我们确实不能坐以待毙。是好啊！跟萧门死扛到底！对，死扛到底！扛到底！韩风，你可真是识时务。那现在，你是不是该领着众人跪地投降了？萧炎，萧炎，你居然还有胆子送上门来，真当在座的诸位怕你不成？
诸位放心，我所针对的只有韩风以及魔岩谷，与其他人无关。今日是萧门联手迦南学院，了结与魔岩谷之间的恩怨。在下希望闲杂人等立刻离开。只要不是站在魔岩谷一方的，便是我萧炎的朋友，定当报以善意；但若是敌人，那就必须斩草除根。萧炎，有莫宗主与阴山老人在此，容不得你一个小辈放肆。莫宗主与阴山老人，是打算站在魔岩谷和寒风那一方了？萧门主，菩提化体弦对我二人来说极为重要，我二人也是难以抗拒的。你若是肯将菩提化体弦交出来，我二人当场便可离开，绝不插手。这个老混蛋！萧门主，今日是魔岩谷邀请宾客的日子，不请自来者，还请离去。你二人没资格与我这般说话。好恐怖的速度！斗皇阶别怎会拥有如此急速？这两个草包！竟然被这小子给坑了！萧门主，还望手下留情啊！这怎么可能？金二老就这么退后！莫宗主，少宗主还在昏迷中吧？我儿子中毒，是你搞的鬼！把解药给老夫交出来！解药可以给你，不过萧门与魔岩谷之间的事，莫宗主，可别中计。等此间事了，我来解毒。哼，你倒是看得起自己。莫崖少宗主体内可不是什么普通毒素，想必莫宗主最了解。你若是想将你儿子的命交给一位不擅长毒术的炼药师，那风险或许不小啊。你敢发誓，事后为我儿子解毒？我用萧门的名义向你发誓。好，老夫信你一次。莫宗主，这小子分明是在挑拨离间。我不想拿我儿子的命来当赌注。你看老夫做甚？对面三大斗宗战力，单凭你我又有甚用？这莫宗主和阴山老人都不帮忙，咱们留着有什么用啊？散了吧。对，走吧。走吧。萧炎，既然你执意找死，就别怪师兄我不客气了。玄护法，请动手吧。守魂殿的人。玄护法，此人便是萧炎。萧炎嘛，听雾护法说过。雾护法，看来你对雾护法恨意极深呐，也难怪，
老是被那家伙当面擒获，作为弟子的你也的确不好受。不过不用在意，很快你就能与你的老师相见了。没事。为了能够将你顺利捕获，护法之子带走了灵魂，还算对得起人家了。去死！小心！这样下去，我们要被耗死。不对，这些凶魂的能量在被法阵吸收。哎呀，你这小家伙悟性挺高，脑子却不太灵光啊！哼，对付灵魂体得有陨落心源呐。这陨落心源呐，可是灵魂的克星。这是什么控火之法？居然能做到如此程度！陨落心源，好小子，倒是小觑了你，竟能将他操控到这般地步。不过，你以为这样也能破解了万魂噬灵阵？什么？看来只能用那一招了。哎，等等，那凶魂交给我来对付。天火剑卫，你这是何意？嘿嘿，凝聚了如此之多的灵魂之力，对我来说可是大补之物啊！萧炎，凶魂快凝聚成型了。天火剑卫可有把握？嘿嘿，放心吧。不过等我将之收服后，还得借你的陨落心炎一用。没问题。大长老不用担心，那凶魂翻不了多大的浪。竟然蕴含着这么浓郁的杀戮气息。
今日你们必死无疑。凶魂和宣护法交给我。小心！这小子究竟在搞什么？以他斗皇级别的实力去挑战2名斗宗，简直是自寻死路。果然狂妄自大呀，小子！兄弟我还是第一次聚集，今天就拿你来祭他吧。小子，这就是你狂妄的下场。小子，快把你的灵魂之力注入大戒，助我一把！好强悍的灵魂力量！你小子可真是让人惊艳啊！这小子！啊！该死的！你到底干了什么？萧炎这小子，几日不见，实力竟增长如此迅速。幸好我等有先见之明，不然……萧炎，我这一次消耗太大，要睡上一段时间了。这期间，你需连续10天滋养我的灵魂，否则我的灵魂消失，凶魂也会再度出来。天火前辈，请放心，小子一定会做到。将凶魂还来，本护法便立马离开。宣护法，以他的性子，定不会将凶魂归还。眼下只有彻底和他拼了，才有一线生机。闭嘴！你给我让开！你究竟还还是不还？你若是把韩风杀了，或许我可以考虑考虑。归还凶魂，我便动手。哼，抱歉，魂殿的人都该死。你，韩风，跟我一起出手，杀了这小子！韩风，如今的你，即便活下来也是废物，还是把你的灵魂献给我吧。放心，我会为你报仇的。魂殿再次出现，让萧炎极为愤怒。在天火尊者的帮助下，萧炎成功将宣护法打得元气大伤。而正当萧炎准备将其击杀之时，韩风突然出手，背刺宣护法，夺其魂力，撞击体魄。背叛，这种无耻的行径再次被韩风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。如今的你，即便活下来也是废物，还是把你的灵魂献给我吧。韩风这家伙，连同伴都能下此狠手。哼，这种人不配合作。
这下麻烦了，韩风现在只怕有着5星斗宗巅峰的实力，没人会是他的对手。我来对付吧。厄难毒体不能再解开了，压制毒体的材料至今还没找齐全，而你的身体已经不能再承受毒气侵蚀。如果这次……好啦，只是拖着他，不会有事的。我的手段你还信不过？你呀，别皱个眉头，赶紧凝聚火莲，其他的交给我。你大可试试。不自量力。小医仙，小师弟，你还是先反省一下你自己吧。小银子，小爷，不好！天阴毒手。凭这便能拦得住我？倒是有几分果断，不过你虽毁我魂剑，但那灵魂剑芒也让你不太好受。现在的你还有什么手段？时间风月，跑来跑去陪你在风里夜，就让春天代替自己的缱绻。我最愿意过往足够让时间去检验，
这是那小子搞出来的，一个6星斗皇。幸好没锁定我们，菩提化体仙还是别指望了。这小子太过棘手。让你跟在我身边，原本是想为你控制恶难毒体，结果却害得你距离毒体爆发时间越来越近。这段时间虽说惊险，但远比我独自在出云帝国要过得开心。所以真要出了什么事情，那也是我命不好，可不关你什么事。没想到我还活着呢！今天你们留不住我，等着吧！终有一天，我会让你像那个老不死的一样，灵魂被附于魂殿之上，永受万物侵蚀之苦。血誓。师兄真是果断，居然舍弃大部分灵魂力量，独留一丝逃窜。如果不是我的灵魂力量还过得去，怎么说也能逃出升天。哼！可你现在走掉的话，怎么对得起我给你准备的诸多大礼？萧炎，不，师弟，看在同门的份上，求求你放过我吧！萧炎小友，今日这事，老夫也是受寒风教唆，
还望小友大人大量，莫要怪罪。阴山前辈，今日之事，我可以既往不咎，不过希望不要再出现第二次。小友放心。萧炎小友，老夫按照约定，并未出手帮助寒风，不知。将药粉用沸水煮开，让你儿子在里面泡上1月，毒素便可尽除。多谢，那老夫就先行一步，告辞。那个子言，寻宝你可是最擅长的，带大家看看这里有什么宝贝，怎么样？哼，现在想起我来啦？哎，方才是太过危险，这会儿不正好是发挥你强项的时候吗？算你说的有理，这次就先放过你了。哼，一直好奇子言这寻宝天赋如何施展，如今刚好开开眼。学院药材一直丢失，如今终于可以晓得原委，之后也可好好防备。那找到了。啊？就这？没了？哎，什么有的没的，跟我来吧。果然在这里，不过这丫头寻宝的方式也太……好用就行。这光照蕴含着空间之力，想必是地魔老鬼所设。若是强行摧毁，恐怕会令其中之物有所损伤。你又想干嘛呀？子言呐，你帮我把里面的东西取出来，我把上次你寄放在我这的药材，都炼制成你喜欢的口味。说好的，你可不能赖皮哦。这丫头着实令人惊叹，不知道她的本体究竟是何等可怕的存在。幼年期便有这般恐怖的实力，想必本体不凡。或许中州大陆以南的魔兽家族那里能有这丫头身世的消息吧。接着，弄焰诀，真，这可是好东西啊！若是我将此弄焰诀修炼成功，那毁灭火莲也就没有了次数限制。这是什么？天妖魁。哦，傀儡之技，这东西很适合你。既然要闯荡中州，争取在出发前炼制出来。躯体、灵魂、异火我都有，但这高等级的魔核是何等难学。那这个七阶火属魔核刚好适合你。小子，算老夫欠你一个人情。天火前辈说的哪里话？此次若非你出手解决那凶魂，我可就倒霉了。解决凶魂，那是我想要夺取他的灵魂之力，与你无关。老夫可不是恩怨不分之人。那小子就恭敬不如从命了。小银子，小银子！
小燕子，你快去看看小医仙，他出事了。恶难毒体，一种需靠服毒为生的特殊体质。服毒越多，实力越强，体内毒素便越是浓郁，最终会在难以遏制体内毒气之时彻底爆发。千里之内，生机尽毁，而其本人则会在痛苦的折磨中渐渐死去。大长老，小医仙现在情况如何？恐怕不容乐观。我本想进去探查，但里面的毒气太浓，根本无法强行闯入。萧炎，小医仙。情况竟然这么严重，毒气已经遍布全身，即将侵入神智。你快离开这里，恶难毒体要提前爆发了。放心吧，我有异火护体，没事的。萧炎，这段时间跟着你，我过得很快乐。你是我的第一个朋友，或许也将会是最后一个。等我真的到了那一步，请你不要留手，我不想伤害。瞎说什么呢？有我在，不会有事的。你先好好休息，我再想想办法，一定会没事的。被人关心的感觉还是挺舒服的。要控制恶难毒体，光有菩提化这些还不够，还缺少天毒蝎龙兽的磨合，两者缺一不可。可是这点时间又能去哪里寻找？恶难毒体，没想到老夫居然能看见2次这东西。天火前辈，你曾见过恶难毒体？曾经我也有着一位拥有恶难毒体的朋友，想当初在他毒体爆发之时，我还为他创造了一门封印之法，为其拖延了3年。只可惜最终……天火前辈，可否将此封印之法传授于我？自无不可，你且听好。小医仙，我找到封印方法了，是借助异火来压制毒体爆发。只是施展这个封印可能会被毒气反噬，不过我会小心的。躺下吧。你不要动，我要开始画了。
坚持下。天都火焰！树下的山间，弥漫淡淡香气，琉璃般的光，晶莹一滴。江湖快要逃，风声轻轻折去，望着那少年张开云影，丰富了我伏笔。多想时光暂停，吹开满山遍野，不过还有我的心。无需太多言语，只愿自由旅行，仿佛只剩岁月在此，永不会老去。我不想知道有多少天远地老，入体了吗？万千世界是否有如它般良药？如果能相互依靠，心爱也沉入山腰，去远长，共听十万今宵，可好？小妍，你还好吧？封印成功了吧？我能感觉到，恶难毒体已经被压制，按照封印的强度，支撑2-3年没有问题。那就好，2-3年时间足够我们找到天毒蝎龙兽了。你们都还好吧？已经没事了。啊，你晋级了？恶难毒体爆发时所释放的毒气，对我来说是绝佳的补品。我现在已经晋升到5星斗宗了。唉，这世道是你们年轻人的天下了。萧炎，怎么样？三弟，你没事吧？放心吧，二哥。答应你的事，我肯定不会食言。不过出发前还有一件重要事情要做，需要再等我些时日啊。重要事情？是的，极为重要。7品丹药炼制不宜人多，
萧炎这地方选的真是不错。若他真的炼制出来，后面哪怕是在中州，也将会有一席之地。哎呀，快开始呀！怎么还不开始啊？手法行云流水，不错，不错。这头神秘魔兽生前等级不低，用它的血液来炼制天空熔血丹，丹药的品质恐怕要更胜一筹。不是已经死了吗？怎么可能？哦，无异呀。大长老，怎么办？还能怎么办？炼丹只能靠自己，外人根本插不进手。又是那只大怪鸟。该死！再这样下去，天会熔血丹。这只魔兽来历不凡，它的威压源于血脉，你是永远都不可能将它驱除的。用我的血液吧，虽然不知道它是何种魔兽，但我感觉我的血液比它更强。多谢了。不说这些，你赶紧炼药，我可是等着品尝呢。这可不是给你吃的呀。丹魂境，居然是传说中的境界。在此境界下，灵魂力量被无限放大，也就是说，此次的炼丹必将成功。好恐怖的天地之力！是啊，许久未曾见到了。丹雷将至，极品丹药要现世了。这便是丹雷吗？老师，您当初说过，若是弟子哪一天能够炼制出招来丹雷的丹药，那么便是达到了出师的资格。可惜，这一幕
是烈火！居然硬刚天雷，太酷了！再来！开山印，给我破！不好！地妖魁，现！天妖魁？不对，这是地妖魁，竟然还在吸收雷击，看来不需要我们出手，萧炎自己就能搞定了。地魔老鬼的躯体，铁护法的灵魂，再加上七阶魔核炼制出来的地阶妖魁，果然厉害。彩铃，心不辱命。天魂熔血丹我炼成了，只盼这丹药如我等所愿。之后，我便会前往中州，那里有着急需我奔赴的使命，亦有着带我旅行的事业。一切保重，保重。空间虫洞是以精妙的空间之力连接两个空间之点，以此压缩两地之间遥远的距离。只有斗尊阶别的强者才能打造出空间虫洞，成为斗气大陆中快速穿梭大陆各处的重要装置。天涯虫怎么还没到啊？萧炎，我的肚子好饿呀！你呀，暂且忍耐一下吧。算算时间，也应该快到了。萧炎大哥，这便是我家族记录的中州地图。中州大陆果然非比寻常。新兰，中州特别强的势力有哪些？在中州，人类势力大致分为一殿一塔、二宗三谷四方阁，其中一殿就是魂殿。魂殿所处魂界，就算在中州也是极为神秘；而一塔则是丹塔，一个能与魂殿齐名的势力。萧炎大哥，我知道您与魂殿的恩怨不小，但在你还没有与其抗衡的实力前，还是尽量忍耐。毕竟，就连丹塔都对魂殿颇为忌惮。那二宗三谷四方阁，又是指什么？二宗是天明宗、花宗，这两个宗派在中州也拥有着极强的势力。至于三谷嘛，则是冰河谷、阴谷以及焚炎谷。焚炎谷，天火三玄变的宗门。星陨阁、万剑阁、黄泉阁、风雷阁的方位刚好呈四角，屹立在中州之上，因此被称为四方阁，实力也是中州的佼佼者，尽量不要招惹。风雷阁，我所修习的3000雷动，似乎便是来自风雷阁的顶尖身法。
中州果然有些意思。中州确实卧虎藏龙，即便是捕杀一头魔兽，也要弄清楚他背后的家族势力才行。当然，寻常魔兽肯定不需要这般。我所指的是那些有了一定灵智的魔兽。什么时候才能到啊？我都快要饿死在半道上了。吃的药材都用完了，是得赶紧找个地方补充一下。天齐山脉，萧云大哥，我们到了。这么多飞船，不愧是方圆千里第一城。可是，他们为什么都停在这里不走呢？放肆！哪里来的家伙？知道天涯城的规矩吗？抱歉，在下初到宝地，实在不知道有什么规矩。原来是个没见过世面的毛头小子，土包子进城，得好好调教调教。没看到其他人都在排队吗？只有斗皇以上的强者方有资格优先进入。你嘛，哼，不想排队也行，除非……除非什么？斗皇。斗宗。误会了，误会了！在下意思是，现在空间门暂时关闭，我罗家正在维修中，还望几位见谅，见谅见谅。你们维修还需要几日时间？这个我也不太清楚。不过在空间门修好之后，我定会第一时间告知。几位朋友可以先在城中暂时住几日。另外，我家老祖最近正在广邀斗宗强者，打算联手维修空间虫洞，事后定有极为丰富的回报。阁下若是有兴趣，我说你们还要唠唠叨叨到什么时候呀？我都饿了。我们还是先去城里补几些物资吧。来瞧一瞧，看一看啊！哎，这个怎么卖的？萧炎，空间虫洞暂时关闭，我们怎么办？先休息一夜，若明日还没消息的话，再去城中心看看。哎，快看快看！快过来瞧啊！哎呀，都是好东西！救命啊！救命啊！这小魔女又得了什么新坐骑啊？又要搅得城里不得安宁了。来，给本小姐看看你的真本事！老狗不挡道，都给本小姐滚开！小魔王，误导大美，这可是出了名的小魔女，谁遇见她谁倒霉。混蛋！你居然敢对本小姐出手！待你家长辈略作教训而已。你算什么东西？也敢教训我？在天涯城还敢这么嚣张？我爷爷定然不会放过你！若是识相，就现在立马给本小姐磕头认！你再敢骂一句，他不杀你，我来。你敢打我？你这个贱人！这小魔女终于栽了跟头了，好样的！终于有人能让这女魔头吃瘪了，可不是嘛？仗着自己罗家大小姐的身份，不知道做了多少孽。
罗家，萧炎大哥，这罗家便是空间虫洞的拥有者。罗家老祖实力约莫在5星斗宗。贱人！我爹要我爷爷将你的手指一根一根的剁下来！哼，心性竟如此恶毒！几位如此行径，还真不将我罗家放在眼中啊！爷爷！那是罗家老祖，居然亲自来了！哼，爷爷，他们欺负孙女，您可要替我做主啊！敢在天涯城对我罗家之人出手，胆子真不小啊！怪不得你们罗家会教出这种蛮不讲理的小辈，原来这做长辈的也不是什么好东西。斗宗强者！哼，一个小小的罗家教出来的孙女，竟然比我还刁蛮！斗皇，这么个小丫头竟然也是斗皇，这些人到底什么来历？此女子的实力绝不在我之下，若是强行交手，怕是得不偿失。而且如今空间虫洞正在维修的紧急关头。好，几位，今日之事恐怕有些误会，你们先将小妖带回去。爷爷，不能走，一定要带回去。是。爷爷，小姐。走吧。这位姑娘，不知道能否暂留一下？如果老夫没有猜错，几位朋友此次到天涯城来，应该是为了空间虫洞吧？哈哈哈，空间虫洞这次的问题不小，需要几位斗宗共同修复，所以想请这位姑娘出手相助。报酬呢？这支队伍的领头人竟然是这斗皇小子！哈，空间虫洞一旦修复完成，那几位便能顺利进入，想必就不虚此行了。哼！哎，几位，要知道这方圆千里之地可再无第二个空间虫洞。罢了，若是这位小姐能够助我修复空间虫洞，老夫便赠予你们一枚7阶魔盒，怎样？不知是否有7阶天毒蝎龙兽的魔盒？天毒蝎龙兽乃是远古异兽，极为罕见。7阶天毒蝎龙兽魔盒着实没有。哦，不过我罗家倒是有一枚6阶的，不知是否可行？虽说并未达到我们的要求，不过这6阶魔盒倒是也能接受。有了这6阶魔盒，就相当于多了一条退路，再不济也能作为一种保留手段。请跟我来吧。有了这位小姐相助，想必今日之内便能将虫洞恢复。各位，这里便是控制空间虫洞的阵法平台。果然是大手笔。这2位是韩氏2老，在周遭千里都是响当当的人物，老夫专门邀请来帮忙修复空间虫洞的。哈，2老，这几位小友也是老夫请来的帮手。帮手？就这么几个年轻小辈？
两个在道宗初期的人，说起话来如此狂妄。这是哪里来的小娃娃，如此不知好歹？去看看吧，若是能够修复的话，也免得耽误我们的时间。你，此女竟然也是斗宗强者！二位稍安勿躁，多一分力量，修复虫洞就越轻松。随我来吧。我等将空间之力注入法阵，中间切记不可松懈，否则修复不成不说，甚至还可能造成极大的灾难。哼，我二人自然没有问题，就是一些年轻人，怕是要拖后腿。好了，三位还请助我。诸位，加大注入。罗成，这该死的空间虫洞还要多久才能修好？二老，再坚持片刻，法阵很快就完成了，切记不可松懈。再坚持下去，老子快吃不消了！大哥，再继续下去，恐怕会伤及本源。罗成这点酬劳，还犯不着让我们付出这么大代价。你我减小输出，保全自身。二位，这是何意？罗城主，我兄弟二人实在……你们可知这法阵失去平衡？
这次多亏了姑娘，这份人情我罗成记住了。萧炎小友，这是老夫所承诺的报酬。还请诸位收下这艘空间船，此船可在虫洞中平稳穿梭，船内还有不少药材，就全当谢礼送给你们吧。多谢罗老先生，那我等便出发了。那么，向着中州出发。斗气大陆中州，强者如云，其中又以一殿一塔、二宗三谷四方阁为最强。萧炎四人进入通往中州的必经之地天涯城，因阻拦罗家小姐闹事纵马，从而惹来当地霸主罗成。斗宗实力的小医仙让罗成不仅放弃报复，还以6阶天毒蝎龙兽魔核恳请小医仙相助修复空间虫洞。待小医仙力挽狂澜成功修复好空间虫洞后，萧炎一行人搭乘空间船，继续踏上中州之行。换我来吧。我们进入空间虫洞多少天了？16天了，再有几日时间，就能到达目的地了。多谢了。控制厄难毒体的所需之物，算是备齐了。但我担心，6阶天毒蝎龙兽的魔核难以达到最完美的驱毒效果。保险起见，我们还是要找到7阶魔核才行。你决定便是。哎，我这朋友还真是尽职尽责呀。怎么回事啊？空间路径被破坏，形成了空间风暴。你们有办法过去吗？除非是斗尊强者，否则难以在空间风暴中逃生。慢点，小心！空间风暴后面是否就是虫洞出口？没错，只要我们能强行冲过去，就能离开这个空间虫洞。可是，没有斗尊强者，根本无法冲出空间风暴。不拼一把，怎能知道会不会成功？小医仙，你护住船身，我来控制速度。好。紫妍新来，抓紧了，别松手。
没事，继续。紫妍，快用空间之力！灵魂。这小丫头的身体里竟然还藏着这么恐怖的能量。紫妍，没事吧？放心，只是有一点虚弱，出口就在前面，出去了就好了。怎么回事？是不是被这风暴拖回去？定无逃生的可能。紫妍，你先顶替我，下船去推。一定要小心，若是情况不对，就赶快回来。3000雷刀！给我停！少爷大哥，成功了！萧炎呢？他怎么没出来？我去把他带出来。我和你一起去。不行，空间虫洞受损那么严重。你们看，这是空间符文，符文若灭，代表通道没了生命迹象；若闪烁，则说明有人从里面出来了。从我们出来到现在，符文一共闪烁了2次，所以很可能，这次从里面出来的就是萧炎大哥。那他人呢？可能被随机传送到中州的某个地方。我去找他。哎，中州地域辽阔，我们不知道他具体在哪儿。无论如何，我一定要找到他。那小子也算是好运，从天上掉下来没被摔死。是啊，若不是二小姐人美心善，出手相救，那小子准成为魔兽的口中餐。可不是嘛！不要斗嘴，加快速度赶路。是。二小姐，水源地到了，是否就地安营？此地离水源太近，还是将营地扎到1里外吧，以免夜晚徒生事端。继续前进。今晚就在此地安营扎寨，大家麻溜的准备起来。这是马车，萧逸仙他们
经安全抵达了，得尽快养好伤，早日与他们重逢才行。那边放好啊！哎，好，过来，把马牵过来。哎，这边。行啊，小兄弟，这么重的伤恢复的还挺快，下来透透气吧。在下萧炎，不知阁下如何称呼？我叫韩冲，你小子真是福大命大。多谢韩大哥出手相救。我只不过是听命行事，真正救你的是我们家二小姐。来，换上喝几口，暖暖身子。感谢大家的救命之恩，干了！好，真是好酒量。不错，这家伙对我的胃口，很适合加入我们韩家侍卫队。小兄弟，所谓酒品见人品，大哥就喜欢你这种爽快人。韩大哥，啊，你可知丹塔在哪片区域？丹塔自然是在中州中心区域，北域过去，就算是走空间虫洞，也要辗转几次。小兄弟，你要去丹塔？眼下你有伤在身，等到了天北城，伤势恢复了再说吧。想不到落难时还能被人这般帮助。中州，看来还不错。你再带些人到周围布哨。是，二小姐。啊，二小姐。大家辛苦了，晚上守夜的人不要沾酒，其余人也要少喝。明天经过妖蛇下蟒的领地万蛇峡，很可能有场硬仗。是，二小姐。是。没想到，这么年轻的三星斗王，不过，他的样子怎么似曾相识？二小姐，请留步。在下萧炎，谢二小姐救命之恩。我是通过空间虫洞来的中州，因为途中遭遇空间风暴，和同伴走散了。难怪你伤势如此重，经历空间风暴还能逃生，也算你运气好。我叫韩雪，这是天北城韩家的车队，这是疗伤药，对你的伤应该有点作用。这韩家小姐，果然如韩冲大哥所说般善良，外表如此柔弱，却能将车队管理得井井有条。滴水之恩，当涌泉相报。哼，万蛇峡，下蟒是吧？韩冲大哥，这万蛇峡是什么地方？这万蛇峡是妖蛇下蟒的领地，它虽刚入斗皇，但能召唤所有4阶以下的毒蛇，难缠得很，只能叫过路费保平安了。这妖蛇的灵智为何如此之高，还会占山为王当强盗了？这下蟒曾吃过一枚妖化丹，得以脱离蛇血，灵智也比其他6阶魔兽更高。妖化丹，那下蟒极其贪财好色，希望多花些金币能打发过去，否则我死也要护二小姐周全。以下蟒斗皇的实力，绝非车队所能对抗。韩冲大哥放心，二小姐这么善良，不会出事的。希望如此吧。该来的还是躲不掉啊！该死的，还是没发现。妖蛇下蟒。你们应该知道本大爷的规矩吧？当然知道。下蟒统领，这是一些薄礼，还望统领大人收下。
算有点儿。那我们先告退了。这是当然。茉莉花的味道，留下了个女娃娃。保护二小姐。是。统领大人，我们是天北城韩家的车队，若是在这里有什么闪失，韩家定会追查到底。天北城那些老家伙确实有点实力，不过只要将你们全部留下，谁会知道我对韩家人宠少了呢？还是有带刺的茉莉花，我喜欢。小美人儿，乖乖跟本大爷走吧，你的实力是逃不出本大爷手掌心的。大家小心！住手！是谁？他搞坏本大爷的好事！二小姐，朋友，这是我夏毛的私事，还请不要插手。实习内不滚就死。我夏大爷看上的女人，就没有能跑得掉的。灵魂力量是面要事。未曾露面，便使对手落得这副狼狈模样，那出手之人实力是何等的恐怖！前辈饶命啊！小人这就滚了。这家伙逃起命来居然如此熟练，看来没少被人追杀。是啊，晚辈韩雪，多谢前辈出手相救，不知能否现身一见，也好让晚辈回报前辈的救命之恩。老夫偶然路过，顺手相助罢了，没什么好见的。不知如何尊称前辈？若下次相遇，晚辈定重礼相待。高人不愿现身，或是有什么难言之隐。二小姐不必太过挂怀。继续起行吧。莫非是？韩小姐，事端解决了吗？这人看来伤势还未痊愈，若调动灵魂力量与人相战，不太可能。已经解决了。动作利索点，准备启程。萧炎和小医仙、紫妍、新兰穿越空间虫洞前往中州的途中，竟遭遇空间风暴侵袭。面对唯有斗尊强者才能逃生的空间风暴，不愿放弃的萧炎脱离空间船的庇护，全力将同伴安全送出空间虫洞，而自己却被空间之力吞噬。摆脱了空间之力的萧炎被意外传送到中州北域，幸运的他被带队回天北城的韩雪所救。
为报答韩雪的救命之恩，萧炎隐藏身份，赶走拦路打劫韩家车队的妖兽夏蟒。此时，萧炎并不知晓，他和韩家渊源匪浅。我韩家没有两女共侍一夫的惯例，你洪家的荒唐要求，我韩家绝不会答应。韩伯父，您或许还不知道，小侄前些日子已经正式成为风雷北阁的内阁弟子了。怎么会如此？对呀，韩伯父，我洪家今世已不同往日，想必天北城没有比我更合适的女婿人选了。您说对吗？无论你洪家将来在天北城地位如何，我韩家女都绝不嫁洪家人。哼，韩伯父，我已经派了2名长老去请韩雪了。这是空间之力，看来是在空间通道中被那股空间之力摧残时所遗留在体内的。萧炎先生，喝点水吧。还好有那位神秘前辈相助，不然的话，恐怕大家都已葬身万蛇峡了。多谢。哦，不用，你留着吧。说起来也奇怪，一般若非认识的，很少有人管这等闲事。这世道还是好人多的，正如韩小姐与我素不相识却救了我一般。哦，对了，你的伤势恢复得如何了？一路失误颇多，倒是忘了多关心关心你。一个人来中州，一路上定是不易吧？我是与友人一起来中州游历，不料在空间虫洞遇险，幸得韩小姐所救，在下感激不已。他内伤果然极重，那位前辈应该不是他伪装的。不必如此客气，你体内伤势不轻，尽量多休养。多谢韩小姐关心，这点伤无大碍。小心，有埋伏！有人伏击车队！怎么回事？快！快保护猴子！快到后面去！谢谢小姐。是洪家人。天北城2大家族之一的洪家，借助风雷阁之势，强行与韩家联姻，达成吞并之谋。
与此同时，洪家还派人绑架韩雪，企图以此逼迫韩家妥协。幸好萧炎出手将其瓦解。随后，萧炎为回报韩雪的救命之恩，以及对学姐韩月的亏欠过往，他决定替韩家出面，应下红尘的比武挑战。为打消韩家人的顾虑，萧炎以空间之力战胜韩田，得到韩家上下的认可。担负韩家未来的萧炎，必须以一场绝对的胜利来改变韩家命运。萧炎，你想怎么样？痛快点，直接杀了我吧！告诉我，魂殿关押老师的地点。想救的老家伙，你还真以为魂殿是谁都能进去的吗？我说，这是你最后一次机会，我的耐心可不多了。我告诉你药尘的关押地点，你便放我离开？你没有与我讨价还价的资格。我说，中州西域的名城，魂殿在那里有一座分殿，药尘就被关押在那里。不过，那座分殿有一位斗尊级别的尊老坐镇，还有几名护法。难道上次我灵魂感应到的那处大殿就是名城？若是如此，想必当日那道极为恐怖的灵魂之力，便属于那位尊老。我所知道的只有这些，求你放过我！丹会后若能收服3000焰萤火，便是多了份救出老师的底气。不过眼下，还是尽快恢复伤势，帮助韩家赢得比试。姐姐，雪儿。这都3天了，怎么还没出来？他先前就已经受了很重的伤。姐，你说萧炎不会出事吧？倒是难得见你这么关心一个人。雪儿，你莫不是喜欢上萧炎了吧？姐，你胡说什么呢？我才跟他认识多久？姐姐只是想提醒你，萧炎的确很出色，但这样的男人很难为谁停留。而且，他早已经有喜欢的女孩子了。那个女孩也和他一样优秀吗？何止优秀，就连迦南学院的强榜前3，在他手中也撑不到10回合。他的年纪比萧炎还小，那样的修炼天赋，几乎紧要啊！萧炎，你康复了。时间到了。你的伤势怎么样了？差不多全好了。走吧，别让韩伯父他们等久了。